咱俩这关系谈感情伤钱呢，哥。现在几乎所有的平台都在讲财务自由，但我做这个频道越久，反而越不愿轻易用这个词，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被讲得太简单了。很多人把 financial freedom 理解成为一句话，我只要有多少多少万我就自由了。但现实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大多数人追求财务自由，最后只是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个更复杂，但依然被时间锁死的打工系统。而真正接近自由的人，如果你去看数据，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反直觉的事，他们的结构和你现在的努力方向往往完全不一样。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位在建筑公司做工程管理的朋友，我们叫他 Mike，30多岁，有家庭，也有现实的压力。他问了我一句话：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实现财务自由？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有这个目标，这条视频就是我会给你的真实回答。我们尽量用数据讲清楚，你现在在真实财富分布里到底在哪里？前1%，资产结构长什么样子？为什么绝大多数人走不到财务自由？以及你真正应该建立的不是技巧，而是你的护城河。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欢迎回来。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在给任何建议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要财务自由？因为说到底，钱本身是一种社会和心理构建，财务自由真正的问题不是钱，而是你到底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对我个人来说，当年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我不想把家庭的财务安全完全绑定在一份全职工作上，不是因为我讨厌工作，而是因为那种结构风险太集中，时间太被动。我希望有别的现金流来源，希望对自己的时间有更多的选择权。所以对我来说，财务自由不是不工作，而是一句话：买回我的时间。如果你完全不具备这种自由，结构上你几乎就是被财务锁在工作里，而这其实是大多数人的现实状况。当然，我也要讲清楚，依赖单一雇主并不等于不幸福。我认识很多人是雇员，但工作有弹性，可以远程，生活稳定，家庭幸福。他们并不追求财务自由，但过得很好，这完全没问题。关键在于，当你说你想要财务自由时，你到底想摆脱的是什么？你又想得到什么？你是想少工作一点吗？时间更自由，不被地点限制，还是只是把房贷还清？每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所以财务自由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数字。比如说，同样的钱在不同的地方，自由感会感觉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住在泰国，一个月有2000到3000美金的稳定收入，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自由。但如果你住在旧金山湾区，即便是家庭收入达到了11.7万美元，仍然可能被定义为低收入。这不是能力问题，是生活成本与生活方式的问题。而生活方式决定你需要多少钱。每周工作4小时这本书开头其实就点破了一件事情：人们渴望的不是银行账户的数字，而是自由。而自由至少包括4层：第一，时间自由，你能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停？第二，地点自由，你是否必须在某个城市、某个办公室才能运转？第三，财务缓冲，你停下来一段时间，生活会不会立刻失控？第四，选择权，你能不能对不想做的事情说不？所以，所谓的财务自由，很多时候只是结果的指标，而真正的问题是，你的时间、地点、现金流、选择权现在掌握在谁手里？我们回到麦克，他并不讨厌工作，他想多陪家人，想旅行，不想被固定的时间、地点束缚。这些动机非常合理。当你搞清楚为什么，下一步是你心里的财务自由数字到底是多少？这个数字会变，没关系。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起点，因为没有数字，你无法反向推导路径。我们来举2个例子，一种是根据媒体数字，比如你在新闻上会看到146万美元能够舒适退休，它的问题不在于对不对，而在于它不是你的数字。另一种是根据现金流反推，你先问自己，如果我每年有多少稳定的现金流，我会踏实。
比如，如果你希望一年$100,000，通过4%的可持续提取法则来推算，10万除以4%，约等于$250万。所以重点是这个数字不是预测你的一生，它的意义是把模糊和焦虑变成可以推导的路径。比如我经常问别人，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数字对应的现金流，你会不会明天就辞职？如果答案是不会，说明你要的不只是钱，可能是更大的安全边际、结构、选择权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数字达标的人依然在继续工作。所以财务自由数字不是一个终点答案，而是一个起点工具。它的作用只有一个，让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大概想去哪里，以及大概如何规划可以从起点到达你想去的目的地。当你开始规划路径时，我要先打破一个误区。太多人都会提到所谓的被动收入，但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什么都不用做的收入吗？我们列出大家常说的被动收入，持有股票、基金获得分红，这是我认为最接近被动收入的方式了，几乎什么都不需要做，但你还是要承担股价和市场的波动。房产出租，这是需要管理、维修、空置、保险、贷款，一个都不少。而你要创办公司，你需要管理你的员工、现金流，有更多的责任，压力也更大。即便是你写书、卖课、数字产品，前期的大量时间投入，加上后期的营销维护依然存在。所以差别不在被动，差别在结构。真正的关键是你的投入与结果产出是否逐渐开始与时间脱钩。员工的结构是上班出勤，完成既定工作，然后结算获得工资。你不出勤，收入就断了。拥有资产和系统的结构是前期投入建立系统，然后维护系统运转，最后获得系统持续的产出。它不一定更轻松，但结果不同。你的出勤逐渐可以与投入的时间脱钩。与此同时，多元化收入也总被人们拿来讨论。很多人听到多元化收入就开始列清单，比如股票、房产、副业、自媒体等等。但真正重要的不是条数，而是每一条收入对你本人出勤的依赖到底有多高。我见过很多人看似拥有3到4条收入来源，但每条都高度依赖他本人，一旦停下来全部归零。这就不是护城河，而是更复杂版本的打工。我们回到麦克，他讨厌的不是工作，而是被迫固定时间和地点。他真正想要的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更多的选择权。当我们聊过财务自由数字之后，那我们先来看看客观的数据，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财务自由数字现在在哪里，以及我们目前的真实位置在哪里。下面这张表来自于美联储 SCF 的财富分位阈值整理。你可以看到，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大约在19万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一半的家庭低于这个水平。如果我们把开始拥有结构性的选择权非常保守地理解为净资产在前10%的家庭，那这个门槛大约是190万美元。这通常被认为是上层阶级的正式入口。资产开始真正的产生收入，你的生活不再完全依赖于工作。前1%家庭净资产的门槛大约是1160万美元，这是真正的财富顶层。不知道你的财务自由数字在哪一层？不过这些数据先说明了一个现实：真正接近财务自由的人本来就不多。然而这张表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在整个美国社会里，你站在哪一层？他不关心你几岁，只关心你排在哪里。但这还不够，因为财富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它显然强烈的依赖于人生阶段。接下来这张表，它只回答一个问题：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大概财富积累能到哪一步？你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规律：财富不是线性增长的，而是中年后陡升，退休前见顶。35岁以下，净资产中位数只有几万美元，这很正常，因为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在换技能和收入的能力。35到44岁开始搭结构，买房、存退休账户，但真正的分化还没有开始。
到45到64岁，复利和房产净值开始显现，这是多数人一生中唯一真正拉开差距的窗口期。65岁以上，中位数不再上升，因为积累阶段结束了，开始消耗。这张表真正想告诉你的不是你现在富不富，而是一个家庭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财富本来就该长这样。是不是觉得这些数字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那问题来了，如果大多数人都停在了这里，真正接近财务自由、拥有选择权的人到底哪里不一样？既然时间本身不是答案，那真正拉开差距的就是结构。这张图是不同财富层级的各类资产的家庭持有率。我们可以看到，前10%约48%的家庭拥有公司股权，而后25%的家庭只有4%，这是12倍的区别。此外，前10%已经超过一半的家庭拥有投资房，而后25%只有1%，这是50多倍的差距。投资性的房地产在结构转变里确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后25%的家庭问题不是不努力，而是几乎没有任何所有权 ownership 的结构。股票和退休账户，甚至自住房，我们其实是有所有权 ownership 的，但因为太容易参与，反而不会让大家有特殊的所有权的感觉，而其他两类资产的感觉会完全不同。那些积累投资房和拥有公司股权的家庭，肯定会有非常清晰的 ownership 的意识，因为这两个资产类型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资产的所有权对现金流有极大甚至完全的控制能力，而没有一个所谓的老板可以决定他们的这些收入，他们自己就是 owner。 这个意识和体验感是空前的，对财富的认知也是跨越性的，而这也是前10%的家庭能够拉开资产积累的主要财富引擎。那我们继续来看财富规模，那些拥有的家庭到底拥有多少？这张表我只做一个非常克制但非常残酷的对比，我对比的不是最穷的人，而是美国一半家庭的典型状态和已经进入前10%的家庭。我们先看第一行，美国后50%的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大约是9万美金，而前10%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已经接近380万美金，超过40倍的区别。这不是存一点钱的差距，而是完全不同的资产结构。再往下看金融资产，后50%的金融资产中位数大约只有1万美金左右，本质上只能覆盖应急支出和短期的波动。而前10%金融资产的中位数已经超过了100万美金，这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持续运转的现金流系统。很多人以为差距主要来自于拥有自住房，但并不是完全如此。后50%的家庭自住房的净值中位数大约是7万美金左右，而前10%的家庭约为64万美金。差距确实存在，但房子并不是决定性的分水岭，真正的分叉点在后面。退休账户也很有意思，后50%的退休账户中位数大约为2万多美金，前10%接近90万美金。下面我们来看最显著的差异。对后50%的家庭来说，投资房在统计上几乎是不存在的，公司股权的中位数也接近于0。而在前10%的家庭中，投资房净值的中位数已经超过了26万美金，公司股权的中位数也接近了100万美金。因为缺乏这两种核心财富增长引擎的建立和认知，后50%几乎没有资产和现金流所有权的意识，而前10%资产和现金流所有权已经成为核心价值观。所以当你把这张表放在一起看，问题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我够不够努力，我会不会投资，我存的够不够多，而是我有没有从一个典型的工资加自住房的结构走向一个以资产和现金流所有权为核心的结构。接下来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更残酷也更现实的问题：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即便是努力、理性、懂道理，
最终依然走不到财务自由。对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到这里，我们已经做了3件事。你搞清楚了为什么想要财务自由，你设定了一个起点数字，你知道了你在财富分布里到底在哪里。那现在必须面对一个不舒服但真实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最终都走不到财务自由？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过道理，核心原因是财务自由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管理问题。在学校和在这个社会给我们设定的传统路径就是这样的：上学，找个好工作，努力工作，升职加薪，存钱，然后退休。这个路径看似短期风险很低，但它把你几乎所有的财务风险集中在一个点，你的工作。哪怕你已经是高级专家、技术负责人、团队核心、高级管理者，在结构上你仍然是用自己的时间换钱。你只要停下来，收入就会中断。无论你多努力、多专业，这个结构不会变。这不是失败，这是员工系统的上限。所以，如果你的收入全部来自于一个雇主、一个岗位、一种技能，那你处在一个典型而危险的财务系统。单点失败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但即便是这样，周围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似乎是有稳定现金流的。那你再去想想，公司的所有权是我们的吗？经济环境不好，公司会在意我们自己的财务困境吗？此外，行业消失、技术替代、公司倒闭、岗位外包，几乎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只是轮到谁的问题。然而追求财务自由的路更加吓人，因为它要求你承受不确定性。太难了。在你去投资、去建立公司和现金流的过程中，收入不稳定，回报不稳定，成功概率也不清晰。你应该可以想到，这些相关的知识，你周围的人几乎都不会，或是不适合你。你需要自主学习，而建立公司更是九死一生。但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同的人风险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对于没有存款、有房贷的人 ，all in 去追求财务自由是有极高的风险的；而对于有缓冲、技能可以迁移、低负担的人来说，风险则可控得多。所以真正卡住多数人去追求财务自由尝试的，不是道理，而是没有犯错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总强调，财务缓冲不是为了提高收益，而是为了提高容错率。我们回到麦克的故事，当麦克听完现实校准后，他意识到他不一定要追求极端的自由，他真正想要的是降低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当你的目标从我想财务自由变成我想降低单点失败风险，你的路径会立刻变得更现实、更可执行。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谈行动了。但我先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方向不清楚，行动只会放大错误。如果你已经有了方向，我们就只谈一件事情：怎么把想自由变成改变结构。我把它收敛成3步：提升决策能力，提升试错能力，提升系统能力。你只要记住这3个步骤，就不会跑偏。很多人一听到行动，第一反应就是报课、买书、刷播客、刷视频。但问题是，你学到的东西能不能让你做出更好的决策？如果不能，那就只是在忙，而不是在进步。学习的目的不是知道更多，而是缩小不确定性，降低致命错误的概率。所以你的学习内容可以非常收敛，大致只需要3类。第一，个人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你到底能存多少？你的风险暴露在哪里？你是单点失败还是多个支柱？第二，长期回报机制与复利的逻辑，你靠什么复利？你承担的是什么风险？你在用什么换什么？第三，系统与所有权 ownership， 你怎么把能力变成现金流？怎么让收入开始与出勤时间逐渐脱钩？怎么从参与系统走向拥有系统？你只要学习能回答这3类问题的东西，你就在进步。而第2步不是辞职，也不是豪赌。最常见的2种失败我都见过，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一上来就 all in。而真正有效的路径几乎都是
小、慢、可控的试错。因为小规模试错意味着风险可控，心理压力低，失败成本可以承受，不会破坏你现有的生活。你要做的不是立刻赚大钱，而是开始建立第二条经济支柱。这是一个让你逐渐降低对单一工资依赖的尝试。请记住，你不是在找能让我发财的副业，而是在测试我能不能建立一个不靠出勤就能获得收入的结构。第三步，这是所有人最容易卡住的地方。很多人做副业做得很累，最后发现自己只是把人生变成了一个更复杂的打工。所以你要非常清醒，副业的真正价值不是马上赚钱，而是让你开始拥有系统。你只需要反复问4个问题：哪一步最耗时间？哪一步可以标准化？哪一步可以外包？哪一步可以自动化？这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让收入和时间开始脱钩。不要被刚开始的热情给骗了，真正重要的是复利。这件事情能不能随着时间积累你的优势？能不能越做越轻松？能不能长期持续？而长期项目才是财务自由的基石，不是风口，不是一次性的成功，而是一个你愿意做很多年，会越做越轻松的系统。所以你可以看到，行动并不复杂，提升决策能力，提升试错能力，提升系统能力。如果这3步你都走得对，你的财务自由就不再是一个口号，你的人生就从单点系统开始升级成多支柱系统的建立和尝试。那么个人和家庭的财务护城河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其实反复提到过，答案只有一个 ownership 所有权。 ownership 不是说我有没有股票，而是一层更底层的话，我是否对现金流拥有控制权。它可以来自于企业、IP、资产、投资组合，或者是能独立运转的系统等等。只要有一个满足下面这一点，也就是收入不再与你的出勤绑定，你就已经跨过了结构的分界线。这也是为什么你刚才看到的数据会非常一致的指向同一个结论：前10%的核心差异不是房子，不是存得多，不是更努力，而是所有权 ownership 的量级。也就是说，你必须把赚到的钱转化成为未来能持续产生收入的东西。你拥有资产，让资产替你工作，比如通过指数基金、股息、出租房、版权收入等等。你拥有系统，让系统替你工作，比如通过商业系统、课程系统、自动化业务等等。这才是我们频道一直强调的核心逻辑，把收入转化成为自己的资产，把资产转化为足够你生活的现金流，把现金流转化为你真正的财务自由。当你建立起自动化现金流结构后，你可以选择工作，而不是被迫工作；你可以选择生活，而不是被生活追着跑。你的时间才真正属于你。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财务自由，我最诚实的建议是什么？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不要把所有精力用在成为更难被替代的员工上。那条路可以让你过得更好，但它很难带你跨过结构边界，也更不用去想财务自由了。你真正应该尽早开始做的是一件事：积累资产和系统的所有权 ownership。哪怕一开始很小、很慢、不完美，你可以把这句话当成一个长期判断准则。这个决定是在增加我的选择权，还是只在一个别人拥有的系统里跑得更快？如果你听到这里开始怀疑，只靠技术是否真的安全，只靠岗位是否真的稳定，只靠努力是否真的能换来财务自由，那不是你失败了，而是你终于看清系统了。财务自由最终不是一个数字，也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种状态。你不再被单一的结构锁死，你拥有足够的现金流，然后你最终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你想要的时间、想要的地点，和你想合作的人一起做你们想做的事。这就是我对麦克，也是我对你最诚实的建议。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